美丽富有的侯爵夫人孙女即将嫁给巴黎最帅的青年。然而这个迷倒众生的男子背后却有着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史。爱情与婚姻一旦有了第三者，结局总是让人无法预料。19世纪的法国，年轻美丽的侯爵夫人孙女阿尔曼加德可谓是巴黎最炙手可热的贵族千金。她有着闭月羞花的美貌，有着令人艳羡的财富和地位。当时侯爵夫人为阿尔曼找的对象也是巴黎最英俊的青年。这位贵族男子名叫雷诺，虽然外貌俊俏，但风评却很糟糕。据说他风流成性，而且眼下身无分文，至今也没有头衔。就连好友都认为侯爵夫人一定是年老昏聩，精神错乱，怎么能把他的唯一继承人、富有又美貌的孙女嫁给这种人？但侯爵夫人却是个活得非常通透的人，她倒觉得贫穷不是问题，就连风流也算不上什么大的毛病。夫人是个过来人，贵族圈子里的龌龊事她早就已经见惯不怪。如果对男人要求的太过完美，怕是法国的女人都将孤独终老。但有一件事侯爵夫人此前并不知晓，那就是雷诺一直有个情人，而且两人已经相处了10年之久。对于这件事，侯爵夫人也认为有必要让雷诺给他一个交代。不料雷诺在这件事上非常的坦诚，丝毫也不想隐瞒此事。他首先声明自己和那位女士早已分手，并且他对侯爵夫人孙女的感情日月可见，绝非另有目的。说完这些以后，雷诺就开诚布公地讲起了那段往事。一切还要从10年前说起。那时的雷诺青春年少，他的整个生活除了赌博就是女人。就在这天，他刚离开了一位早已让他感到厌倦的贵夫人。正在无聊时，一位好友和雷诺聊起了一位颇为传奇的女人。这人名叫维里妮，有非洲血统，曾做过很多大人物的情人。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年老富有的英国男爵。两人谈话时，维里妮正好出现。这人看上去面容冷峻，眉宇间透露着一种桀骜不驯，将众生踩在脚下的孤傲之气。这种女人一看就很难征服，但这恰恰激发了雷诺的兴致。接下来的接触中，雷诺果然发现维里妮非常的高冷，而且他总是在雷诺面前故意表现出他根本瞧不上雷诺。但维里妮越是这样，雷诺反而越发想要征服这个女人。因为在雷诺看来，维里妮对那个年老的丈夫根本毫无感情，她和丈夫故作亲昵，恰恰证明她心里有鬼，故意演给他看。终于有一天，雷诺受够了维里妮的高傲，他突然拦住维里妮，强行将她按到马背上亲吻了她。这时维里妮的丈夫正好出现，抄起马鞭就揍了雷诺一顿。事已至此，这位英国老绅士决定用决斗了结这场恩怨。结果第二天一早，维里妮女扮男装，竟然当了公证人，因为她要亲眼看到丈夫杀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雷诺。结果维里妮万没想到，雷诺在决斗中只是朝天开了一枪，但维里妮的丈夫对着雷诺就是一枪，正好击中了他的胸膛。好在雷诺福大命大，这一枪竟然没有要了他的性命。几天之后，他的伤势逐渐好转。经过这件事以后，维里妮对雷诺也算是彻底服软，因为迄今为止，维里妮见过太多想要得到她的男人，但敢于豁出性命只求牡丹花下的人，雷诺还是头一个。从那以后，两人就正式成了情人，而且感情无比的浓烈。有了英俊的雷诺以后，维里妮对丈夫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淡，直到最后她无法再忍受这个老男人，干脆就离开了他。这个丑闻最终传遍巴黎，所有人都知道了雷诺和维里妮。后来的一段时间，两人就移居到了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他们后来还有了个女儿，只可惜这个女儿最终死于非命。失去孩子的痛苦给两人的打击非常大，特别是对维里妮来说。从那以后，维里妮的精神几乎就整日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他们原本甜蜜浓烈的感情，也在这种煎熬之中渐渐耗尽。两人都变得喜怒无常，歇斯底里，怨恨愤怒成了日常。后来就连激情都成了纯粹的发泄，再也没有情感，而且这也成了唯一一个维系着两人关系的原因所在。可是就连这点缘由，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开始感到厌倦。雷诺越来越讨厌维里妮，越来越讨厌这种病态的生活。终于有天，雷诺正式和维里妮分道扬镳，结束了这场恋情。但两人之后依旧保持着朋友关系，并且时不时的见上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说他们现在还是情人的原因。但其实他们之间除了片刻的欢愉，早就已经空无一物。直到后来，雷诺遇到了侯爵夫人的孙女埃尔曼小姐，他将此事告诉了维里妮，并说埃尔曼小姐纯洁高贵，绝非维里妮这样的女人能比，
而且他们将来一定会结婚。故事听到这里，侯爵夫人竟然非常的感动，她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雷诺并非那种庸俗的花花公子。对于夫人的信任，雷诺感激不尽，甚至称她为自己的母亲。他说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有给过他这样的信任和理解。其实就在不久之前，雷诺还去见了维里妮一面，甚至在半路上遇到侯爵夫人的好友时，他也毫不掩饰。不过有一点雷诺说的倒也没错，那就是他的确决定和维里妮彻底分手，结婚以后再也不见。只不过维里妮根本不相信雷诺是爱上了那位富家千金，在他看来，雷诺只不过是早已玩够，正好找了个好的归宿。几天之后，侯爵夫人力排众议，如约为两人举办了婚礼。看着两位新人脸上幸福灿烂的笑容，就连侯爵夫人的好友都认为，也许他们真的错过了雷诺。结婚以后，侯爵夫人带着两人搬到了一处海边城堡暂住。就这样过了4个月，侯爵夫人突然收到一封写给雷诺的信，信封的字迹非常潦草，但可以看出是一位圈内女子所写。侯爵夫人和好友一下子就猜到，很可能就是雷诺的老情人。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一定是觉得雷诺的新婚激情早已褪去，正是下手的时机。不过两位老人都觉得这件事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几个月来雷诺和埃尔曼的感情他们都有目共睹。正好这时，雷诺和妻子因为下雨提前回到了城堡。当雷诺看过这封信后，他什么也没说，直接扔进了炉火。可是雷诺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天，维里妮竟然一个人找到了这里，就是为了和他重温旧梦。本来雷诺早已决定洗心革面，不想再和维里妮发生关系，但维里妮不依不饶，他宁愿被雷诺杀死，也不想失去雷诺。面对一个丧失理智、早已孤注一掷的女人，雷诺毫无办法，他不得不选择妥协，而且往日那种激情似乎又死灰复燃。后来侯爵夫人决定一个人返回巴黎，不再打扰他们夫妻。她让孙女和丈夫继续留在此地，千万不要一起返回巴黎，因为一旦回到那个花花世界，保不准雷诺又会拈花惹草。埃尔曼也觉得祖母的话有理，就选择和丈夫留在了这里。随后不久，埃尔曼怀了身孕，雷诺也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后来有天，埃尔曼突然注意到有一位外来的陌生女子这些天来一直住在城堡附近，这下埃尔曼立刻猜到这人一定是丈夫的老情人维里妮。原来丈夫这些天经常独自外出，就是为了和她幽会。这件事让埃尔曼伤心欲绝，也让他从美梦中突然惊醒了过来。其实这段时间，雷诺起初也感到非常的矛盾和煎熬，但他随即又沉浸在维里妮的狂野激情之中，从此越陷越深。有天他回到城堡时，发现妻子埃尔曼也刚刚外出归来。没过多久，埃尔曼突然流产，夫妻俩的关系就此越来越糟。埃尔曼后来隐晦地告诉雷诺，自己早已知道了雷诺的一切。雷诺听后有些内疚，但这种内疚马上又变成了对妻子的愤怒。他随即甩门而出，从此也不再偷偷摸摸，索性更加大胆起来。这样的最后，侯爵夫人已经去世，他的2位好友又开始聊起了雷诺的事情。据说雷诺后来和妻子返回了巴黎，然后就一直和维里妮保持着情人关系，而且公开大胆。电影到此戛然而止。该片改编自奥雷维利的同名小说，影片除了男主和女儿的颜值以外，几乎各方面都乏善可陈。倒是侯爵夫人这个角色颇为有意思，她自认为对法国上流社会了如指掌，见怪不怪，所以选择孙女婿的标准也非常的务实，那就是在一堆烂苹果里挑一个最不烂的。结果讽刺的是，她估计是挑了一个表面上光鲜，但内部却是最腐烂的一个。不过倒也不必替单纯的埃尔曼过多担心，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大染缸里，也许没过多久它也会变质。社会风气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很多人，让坏人变好，或者让好人变坏。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